那么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机子强的变形金刚臭不可闻时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套呢，就是日版经典线 UN20 号的轰隆隆迷乱套装，一款在圈子里可以说是褒贬不一啊，其实是多半差评的屌鸡巴套装产品，质量非常之烂啊。它有两个版本，一个是那个后续出的 TAV 零挑的那个套装嘛，好像也是一套。然后这个玩意儿呢是 UN 的套装，两个套装呢，我今天评测的是 UN 的，质量特别糟糕。所以如果你看了我这期视频，觉得哦哟，这两个小东西造型说特别新颖，变形呢还是变成一个坦克，玩法什么的也挺有意思的，对吧？毕竟是核心级尺寸，拿来配一下经典线也不是不行。那我告诉你兄弟，千万不要买大强老师这个版本啊，千万不要买，这材质太烂了，你不如去试一试隔壁的那一套。这个时候可能就有人要问了啊，废物机子想天天评测二手玩具，你怎么就确定你手里的这一套是他妈的 UN 的？这么说兄弟，UN 的胸口啊都是上的这个金色涂装啊，那个 TAV 的版本上的是银色的涂装，而且我这支的上一位卖家啊还非常贴心的准备了一个 TAV 版本的转接连接杆啊，我们可以对照一下这两个玩具的这个蓝色，就能明显看出差距了。一个是这种海蓝色，一个可能更接近浅蓝或者是天蓝色，区别挺明显的啊，区别挺明显的。那我这一套当然也是图便宜买的，100块钱两只，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就是材质稀烂的啊。当然，大强老师买之前就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毕竟我缠这个套装已经很久了，谁不想急头白脸买一个能变成小坦克，最后跟86威震天放在一起的坦克轰隆隆迷乱的，这多有感觉，天天变磁带干嘛？那说到这里啊，不得不展示一下这款产品去跟这个经典线标准微级别玩具放在一起，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照着看一下啊，这是剑桥套装的声波，可以给大家看到啊，这个身材比例还是挺合适的，两个小家伙也就到他裤裆的位置，刚刚好够用啊。我算了，刚刚好够用你啊。那具体讲哪知道哦。还有一个事情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两个玩意呢，官方做的不能说不用心啊，当然抛除材质稀烂的这个问题之外官方给这俩一套上的这个涂装还一模一样，他们两个就只有塑料颜色的区别，一边选择了用红黑色，一边选择了两种蓝色啊，一浅一深。从胸口的金色到膝盖部分的红色，再到小腿的金属色，以及这个履带，还有脚踝这个地方的这种枪铁色啊，这种或者说铜锈的颜色是一模一样的，这涂装两个东西就只是塑料区别，涂装一模一样，这就很难崩啊，就很难崩，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很难崩。那我们还是拿迷乱来讲吧，毕竟之前大家老师应该经常评测轰隆隆，没怎么评测过迷乱这个模具呢，主要的玩法就是人形图一乐，好吧情商高一点，主要的玩法是这个，它设计师设计的还是蛮用心的，哪怕材质稀烂，我们把这个手臂人形的手臂这里嘚一下，有个卡扣给它掰开完之后呢，不是拿它 cos A 版威震天是这样的，把它放下来之后呢，把这个拳头给它往那样一折收进去，掩耳盗铃这一块的，反正你看不出来它是拳头，它就不是拳头就这么一个样子，就把它扣在这里。我看一下就是这样扣，就这样搞得高高的。咦，不对，是这样扣。想起来是这样扣成这样的一个效果。然后呢，你按一下旁边的这个弹簧，就这样。嘚一下，它这个G万动画里拿来搞那个地震搞破坏的这个东西就弹出来了，可以去就这样就这种玩法但是因为这个玩具的造型它这个不是五短身材这个整个玩具的这个可以说身材挺好的，就导致哪怕它这个一体的胳膊做的真的很长很用心，这砸地的姿势摆的还是很丑，我尽力了，摆成这个姿势就到极限了，搞得跟他妈狂野星一样的，怪得很。这就是它的玩法了。对的，没错，这就是它的玩法了。我再三确认了一下。另外一个玩法有归有，但个人不建议进行把玩。就是它跟那个经典时期的很多玩具一样在这里是有这种给你准备好的这种接口。我拿轰隆隆来吧，颜色更亮一点。这里有这个接口，这个接口干什么用的呢？就是它的这个炮管里面其实是一个连接垫的，你把它整个的拽下来是个 C 型扣，扣在这里。但是因为我说过吧，这个玩具的材质非常的糟糕，所以它这个炮管很脆弱，你可能会在拔的时候给这里的这个球窝施加到一些不该施加的力，然后它就整个的裂开了。我手里的这四只全部都爆裂了，没办法，就只能大量的裹挟胶水才能抢救
那这也是这个 UN20 这个套装轰隆隆迷乱最大的毛病，材质不好就不好办，你不能裂啊，兄弟，你裂了我怎么玩？而且它还是球关节那个地方裂，就你胶水胶的再紧，感觉呢已经可以去拿去拔河了也没用啊，那球关节往里一塞一撑就从里面爆开了，就很难受。那玩法就介绍到这里了，确实没什么别的玩法了。接下来来看一下玩具的可动以及一些细节的呈现啊。如果这个迷乱呈现的效果不好，再拿轰隆隆对照一下吧。玩具细节方面的话，是努力的在往基玩具靠的，尤其这个胸口啊做的非常的传神，就是整个玩具是神韵还是很足的，就看一眼就知道，哎呦，这不是磁带部队嘛？虽然它变得不是磁带，但是确实很有感觉。所以我有个疑问啊，就是自己也一直没去查证吧，就这个逼养的轰隆隆迷乱 UN20 他们这个造型到底是哪里来的？老看有人说刷什么三字母的轰隆隆迷乱长这个逼样吗？不懂就问啊，变成坦克啊，就怪得很。这个人物的细节的话，主要集中在其实也就是头雕这一块了，其他地方的细节挺平庸的。脑袋这一块小脑袋刻画的还不赖啊，五官挺清晰的。然后这个眼睛呢也都有上这个红色的涂装，胸口这里有一些管线的细节刻画，然后整个玩具的手臂履带啊，就很有那种老东西的味道，做的不敷衍。除了材质差一点之外，我说实话挑不出什么毛病，毕竟是核心级嘛。我甚至可以说这俩玩意也就撑死指挥官级水平。那可动脑袋就转一转，抬头低头转一转没了啊，就球关节。肩膀部分平抬，抬不了一点啊，对的，就是能抬，但我的建议是没事别抬，别到这个炮管就很坏了啊，没事别抬。然后转一转呢没什么问题啊，转还是可以转的，然后旋转呢也可以。曲肘的话是双段关节啊，高情商一点啊，确实双段关节啊，当然有一段从小臂这边裂开了就是了。下半身这里是变形原因啊，有一个折叠的这么一个结构啊，这个地方的细节就是看着不多啊，但是就是没什么细节，不过看起来蛮舒服的，比较符合这个玩具的尺寸。前踢可以踢到这里啊，这个该有的偷胶还是有的。后踢的话就被坦克的这种壳什么的零件背把零件给挡住了，就没法后踢。侧踢的话被他自己的造型卡住了，其实侧踢也踢不了。膝盖部分球关节，但屈膝的幅度只有这么一点点，然后大腿的平转呢也在膝盖部分。脚的话只是为了我甚至可以说这个脚是变形原因带来的可动，就只能有一个向前的接地。所以说这个玩具的可动性其实蛮糟糕的，没什么可动可玩的嘛。你甭管是轰隆隆还是迷乱都没什么可动的，你肩膀想平抬都难得一逼的，老跟那个炮管碰到一块，怎么抬啊？怎么抬？我玩什么？我缺的这个可动性这块的谁给我补啊？腰部明明是这样的变形设计，又不舍得用球关节，有球关节哥们儿还能转一转，他妈的连球关节没有，这下连转都转不了了啊，就很难崩的一个玩具，只能说纯情怀加分吧，也就是冲着它这个造型买了。那接下来呢，给大家看一下这款轰隆隆迷乱的变形设计，正好两个都能变，两个都能水时间。哎呦，大祥老师怎么忘了？我应该今天评测轰隆隆，明天评测迷乱，这样的话一个玩具能水2期视频啊，赢。那它的变形呢其实蛮简单的。第一步呢，我们先把这个胸甲这里给它解锁开，不对，搞错了，稍等。第一步呢，我们要先把这个手臂这里，它的变形其实特别简单，手臂这里给它整个的解锁开，然后两边呢这个地方呢就把它归位。好，变到这儿呢，其实绝大部分的位置就已经变形完成了。对的，你没有听错，绝大部分就已经变形完成了，因为你只需要翻到这个背面就发现啊，这个坦克的形状大概是有了。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炮管子转一圈。这个炮管子转一圈，转到前方，转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你施力的方向，免得对这个已经断掉的炮管进行2次施力。之后呢，我们把这个胸甲这个部分给它掀开，嘣一下掀开啊，一下子从脑袋前面翻过来，翻到顶。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去折一下这个腿了，把这个腿往前面一折，折完之后呢，跟哪里扣呢？哎呦我操，差点摔地上了，操！就是这里。有一个凸起，对应这个里面啊，这个横里面有一个凹槽啊，可以看到在这里有一个凹槽，我们把它结合，在结合这个地方的时候，要看一下这个小腿部分的凸起凹槽，就在这个地方，也要做一个好的结合，去把它们都结合住。因为材质不怎么样，所以它的关节也挺糟糕的，它的变形卡扣呢的问题也逐渐显现，就导致你在去合并这些地方的时候，手感特别的蛋疼。然后呢，你在往前扣这个履带的时候啊，必不可少的会按到侧边的这个零件，按到这个侧边的零件又会影响到什么呢？影响到这个履带的密合，它这个东西会弹出来。弹出来的时候，如果蹭到这个小腿，还会把这个小腿给蹭开，就很折磨。变得不到位、不够快的话，就挺折磨的。比如说这里，大家老师就突然意识到，我在合并之前应该先把这个手臂都收进去再合，所以我又要重新把它解开，重新再合一遍，然后它后面的这个胳膊就瞬间的嘣一下就弹出来了。
然后这个炮管呢又很脆弱啊，或者整个玩具的材质就挺脆弱的，就得小心巴拉的去玩。那之后呢，我们继续进行上一步啊，我们把这个零件给它往前推到前面去啊，推到哪儿呢？在这里有一个卡扣位点，推到前面去，然后这里再给它扣上。哎，你不要再往弹了，你不要再弹射出来了，我操！哎呀！哎，给这里胸压推这里摁一摁捏紧。好，我们调整一下这个炮台，那这款轰隆隆就变形完成了，变成一个长得很抽象的一个坦克。其实我觉得吧，它的这个后面再加点什么导弹发射器啥的，长得有点像那个周角山里的无人小车、无人装甲车，这玩意儿看起来还挺有意思的。我当时也是主要还是冲着这个小车还有这个人形去买的，这个小坦克看起来蛮有感觉的，并且可动性还挺好的，它是能转的啊，能转的。然后前面呢，这个东西看起来就像是那种无人机观察的那个窗口，或者是那种什么红外还是啥玩意儿那种，哎，管它呢，多功能瞄具。然后这两边呢应该是打那种热诱弹，然后这两个炮台可以往上自行调整，然后前面呢是一个同轴机枪，既复古又科幻，挺有感觉的这么一个坦克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变一下迷乱啊，变形都一模一样，所以这一次就不讲解了，变快一点。第一步呢，把这个拳头给它一翻出来，然后这边呢也一翻给它扣到位啊，扣到位。变形这个玩具的时候啊，全程都要小心避让开这个该死的炮管啊，免得他妈给它憋坏了。然后之后呢，我们把这个胸甲给它整个的掀过去，给它掀过来，然后这个炮管呢转一圈。炮管给它转一圈，转到正面去，转的时候一定要捏住球关节在的这个地方啊，一定要捏住。好 ，OK， 转过来之后呢，把这个脚给它往上折，然后这两个脚掌，哎呀，这个对焦真服了，太黑了这个玩意儿，还是那种偏哑光的黑，我照到这看不清楚。把这玩意儿给它扣上位之后呢，这里整个的转摁到底，转过来，然后去跟胸甲的这个零件去扣上，捏紧，扣上 ，OK。扣上之后呢，把这个拳头给它收纳到这个地方，往前推，只收一半啊，只收一半。为什么收一半呢？是因为这里有一个凸起，对应这边的这个凹槽，对应这个里面的凹槽，我们去把它往里推的时候，就可以顺势的把这个东西啊，给履带给它折过来，然后这里扣紧，然后往里面一塞，哎，我又推错地方了，操！哦，这个关节松是真的折磨，关节太松了，这个玩意到底是什么人在吹这个逼模具啊？哎呀，阿弥陀佛！好，就变成这个样吧，不想再摁了。那这款迷乱也变形完成了，就变成这种小坦克放到桌子上。我说实话，载具比人形好看，这两个小玩意就典型的载具比人形好看。然后载具呢，它下面还有轮子，滚动性呢也不错，滚起来呢几个轮子都会在那里，就这样轰隆隆在这响。整个小车呢就是这个感觉啊，细节刻画还不赖，就是周围这种铁皮铆钉是吧，炮台炮管的这个细节刻画还可以，当然前提是你能忽略啊，大杨老师这个炮管上各种裂的这种情况啊是挺严重的啊，转一转啥的也没毛病，上面呢也有这个狂派标志，总而言之啊就是一坨狗屎啊，主要材质太烂了，玩的时候玩坏了就不好笑了。那 OK 兄弟们，今天这一期 UN20 轰隆隆迷乱套装就介绍到这儿了，喜欢的观众朋友们点点赞，点点关注。最后在视频结尾强调一下，如果你真的想买这套东西，一定不要买 UN20， 你要买那个浅蓝色的啊，买浅蓝色的那个 TAV 的套装版本，千万不要买这个日经啊，千万不要买。那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拜。